平時我們在家做飯，切完的蔥根、青菜蒂、生菜菜心、包菜根，是不是想都沒想，直接當成廚餘垃圾丟進垃圾桶了？以前我也是這樣做的，覺得家裡面切下來的菜根，還有一些菜心，就是又老又硬，吃起來口感不好，留在家裡面也沒有用，所以說都是隨手當做垃圾扔掉了。但自从學會廚餘蔬菜再生，我現在才發現真的是太浪費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龍兒，今天來給大家分享6種廚餘蔬菜泡水就可以再生，而且新手也能操作零失敗。來看第一種，青蔥或者是小蔥，大蔥都可以。它們的帶生部位是帶根須的蔥白底部。很多時候我們蔥買回家之後，只要蔥葉，蔥的底部每一次切下來都是直接當做垃圾扔掉了。相信80%-90%的朋友都是這樣操作的，因為蔥的香氣主要集中在葉子部位，咱們用也主要用到葉子，所以說根部基本上都沒有用。其實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這些被我們扔掉的根部其實都是小蔥生命力最旺盛的部分，只要留对位置，泡对水，放对地方，不用种子，不用花錢買苗，放在家裡的窗邊，短短幾天就能重新發芽、長葉、抽新枝，而且還能再次、2次採收。操作的方法也非常的簡單，主要有2種，一種是土培，一種是水培。我們首先把準備好的小香蔥根部上面壞掉的、腐爛掉的這一層葉子給它去掉，不要。因為小蔥的這一部分，它的葉子已經完全壞死，放在上面只會影響小蔥後期的生長發育的一整個過程，所以說盡量將它去除乾淨。接着放到流動自來水下面，用常溫的清水把根部上面多餘的土壤去掉。如果是直接土培的話，那麼這些土壤就留在上面，會提高它的一個存活率。但如果是水培的話，就需要把上面多余的土給它清潔掉，這樣看起來水更乾淨，整個植株看起來也會更加的清潔，放在陽台上也更加的明亮。洗乾淨後，用刀從蔥的這個位置分開，剩下這一部分帶有根須的蔥白處，我們就可以用來水培或者是土培了。來看第一種水培法，水培法適合家裡面沒有花盆、沒有土壤的，喜歡乾淨整潔省事兒的人。我們把蔥帶有根部的這一部分直接放到一個器皿中，或者是玻璃杯中就可以進行，不需要任何花盆。根部放到杯子的中心處，然後我們往裡面加入適量的清水，家裡面有營養液的也可以加一點點營養液，這樣小蔥會長得更加旺盛。水不能加太多，太多的話就把根部泡爛了，也會有大量的腐臭味。只需要把根須完全浸泡在水中即可，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到咱們家的陽台上面，不能暴曬，不要放在陰暗的角落，能夠通風有一點散光的地方最好。咱們2天換1次水，大概2到3天，你就會發現頂部會開始冒出嫩綠的新芽。1周左右，新蔥直接長大，越長越長，可以再次收割。第2種方法適合家裡面有花盆的，會更加省心。咱們用一個工具，將土壤中間刀一個洞，再把蔥須放到土壤裡面，輕輕的放下去，不要用手按壓，然後用泥土輕輕的給它覆蓋一層，將根須完全覆蓋住。這樣覆蓋好之後，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早上種下的話，晚上你就能看到上面會抽出一小節蔥頭出來。這種方法是比較快的，我個人比較推薦。土壤覆蓋好後，均勻的撒上一層水，保持土壤表面是一個比較潮濕的狀態，這樣小蔥更利於發芽。像這一小撮蔥就是上1個月沒有吃完的，反覆掐了之後，後面又會再長，這樣接下來一茬又一茬，
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蔥了。第二種生菜，生菜大家都特別喜歡吃，清脆可口，不管是涼拌做蔬菜沙拉，或者是用來涮火鍋，都是一絕。每一次我們只要上面的葉子，裡面留下來的菜心還有菜底都是直接扔掉了。其實像我們的這種生菜，它也是可以水培再生二次收割的，大概距離底部4-5公分的一個樣子給它切開，切開後咱們的這一個根部就可以用來水培了。你看我們切開之後，其實這個生菜它的中心處還有一個小菜心，並且呢其中的葉子也是非常完整的。接着將它的根部如果覺得不是特別平整，稍微削一下，把上面老舊的地方削掉，然後放入一個乾淨的瓷碗中，或者是剛才的那種玻璃杯子裡面都可以。放好之後，往裡面加入適量的清水，水也是把底部完全淹沒即可，千萬不要淹到切口以上。和我們的小蔥一樣，不要放到太陽下去暴曬，也是放到明亮散光的地方。水培出來的生菜既乾淨又整潔，二次生長後既可以當作盆栽欣賞，又可以當作蔬菜繼續採摘。它的生長速度也極為快，大概1周左右，菜心正中心會層層冒出全新的嫩葉。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每天都會悄悄地長上一圈，沒有幾天就立馬成一顆完整的生菜了。以這種方式，不僅可以種生菜，而且還可以用來種萵苣。第3種就是地瓜菜，也叫做紅薯藤蔓。像這種的紅薯藤，大家也都特別愛吃，尤其是它這個菜尖用來炒菜是非常下飯，而且呢非常的脆爽好吃，大家都非常喜歡。但很多朋友卻不知道，其實像我們的這個地瓜菜，就是紅薯藤蔓，它也是可以水培的。咱們平時買回家之後，你可以看看我們紅薯藤蔓，它這個底下有沒有根莖的地方。如果有根莖的地方，咱們用剪刀從這個位置給它剪開，不能這樣一下子拿去水培，大概中間留上個3-4片葉子的地方，我們再剪上一刀。像這個樣子，我們就可以拿去水培了。接着準備一個杯子，裡面裝上少量的清水，從根部大概這個位置，我們給它斜着剪一刀。斜着剪一刀可以增加它長根莖的一個面積，然後把第一片葉子也剪掉，從這個位置去剪。剪好之後，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入到我們剛才裝滿水的杯子或者是容器裡面了。每一個杯子裡面咱們可以放上1到2根的紅薯藤蔓、地瓜藤蔓，大概幾天的時間，你就會發現它裡面會長許許多多的根系，而且呢也會慢慢的牽藤出來。地瓜菜生命力非常旺盛，這樣呢大概1周左右就會長出新的葉子，發新的芽。我們每一次吃，把上面的葉子取下來就可以，這樣如此往復，我們就有吃不完的紅薯藤葉子了。除此之外，如果它的根系長得非常旺盛的时候，也可以移栽到土壤當中，這樣的話紅薯藤蔓會長得更加的旺盛，放到我們花盆裡面就可以了。第4種芹菜，芹菜我們平時都是吃根莖，底部硬邦邦的菜坨基本全部扔掉，真的非常可惜。芹菜的再生是視覺治癒感最強的一種，也是從根部大概3-4公分的地方給它切斷，然後把根莖放到水盆或者是杯子裡面，方法全部都是一樣，依然放到散光通風的地方。3到5天，你會明顯看到芹菜正中心一點點冒出嫩黃嫩綠的小新葉。第5種高麗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包菜。
很多人不知道包菜也可以再生，平時包菜薄葉吃完，剩下的硬底座千萬別扔，保留完整底部和中心芽點，淺水作養，底部沾水即可，和生菜的水培方式是一模一樣的。第6種蒜苗，蒜苗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它的再生部位是带根蒜頭底部，整顆蒜瓣，就是我們平時吃的大蒜，直接把葉子剝掉，放來水培也可以。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直接將發芽的大蒜放入杯子裡面，下面可以垫一點大蒜的皮或者是其他土壤做支撐，再加入少許的水，這樣呢，幾天的時間，大蒜頂部就會抽出長長的芽苗，再過幾天就慢慢的長成了蒜苗。這樣一來，一茬接着一茬，咱們就有吃不完的蒜苗了。那麼今天呢，主要給大家分享了我们这6種廚餘蔬菜用水浸泡就能再生的一個方法。所以說呢，看完本期的視頻分享之後，以後家裡面的一些廚餘垃圾不要再隨手扔掉了。其實你試一試就知道，它們完全可以再生，而且方法超級簡單，非常的實用。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技巧和難度，在家就可以輕鬆操作。那麼也希望今天的視頻能對你有所幫助。那麼你最喜歡的一種廚餘蔬菜呢，可以打在評論區。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